没有演到戏。怎么可能？那是我亲自陪你去的。我连一句对白都说得不好，演了第1天，他们就不要我了。那你可以再试啊，1次不行，再试第2次。没用的，谁还敢浪费时间让我试第2次？所以，我是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人。如果去美国，我顶多只能卖那西冷玛了。哎，那是好主意啊，那就卖那西冷玛吧。你可以开一间小店。可是我的那西冷玛做的不比大姐好，而且美国人哪里要吃那西冷玛？他们不是吃汉堡包的吗？那也不是天天都吃汉堡包嘛。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不试的话，永远都不会成功。试了，即使失败，也起码可以得到一个经验。有的时候，经验是需要花一些钱去换取的。有了经验的话，成功的机会就大了。白白花钱多浪费啊！不要啦。那没关系，你可以生孩子，照顾孩子，还有陪我。跟你生孩子啊？对啊。哦，原来你说那么多，就是要跟我结婚啊？是啊。晶晶，你可不可以嫁给我？你不答应啊？不是，啊，那你是答应了？不是。你又不是不答应，又不是答应，那你到底现在是答应呢，还是不答应啊？你真的要娶我啊？不会后悔？不，我永远不会后悔。吃午餐喽，去哪里吃？天气那么热，去 food court 吧。好啊。我看不了，你们去吧。我要去邮政局。你们吃完了在这里见吧。OK。好啊。老板，鸡饭1盘。老板喝水吗？给你看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你看。你给我存折干嘛？我又没有向你借钱。我是让你看看我的辉煌战果。你看，我已经存了2万块。2万块？你当警察才多久？怎么会存那么多钱？你是不是贪污啊？喂，你不要乱说话哦！在新加坡贪污是个严重的事。我们新加坡警察1分钱都不会贪的。是啊，我就知道你们新加坡的警察是全世界最好的，行了吧？告诉我啊，这些钱是怎么存下来的？省吃俭用啊！来，我告诉你，早餐呢尽量在家里吃，午餐找便利地方去啦。最近啊，被派去当兵营一带巡逻，那边有一间咖啡店，鸡饭只卖8毛钱而已。虽然要走远一点，不过还是值得啊。8毛钱的鸡饭，你吃得饱吗？早餐吃多一点就行咯。喂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做警察呢不能吃太饱，要不然一碰到要抓贼，跑都跑不动，那就惨喽。还有啊，我绝对不会在咖啡店叫水的，1罐水1块2，
太贵了吧？那你喝什么？去厕所喝自来水咯。你干嘛那么折磨自己？这怎么可以说折磨呢？新加坡自来水很干净的，喝再多都不怕。你看，我还不是吃到一身都是肉。来，过来。最重要的呢，是我早日达到我储蓄的目标，你要储蓄这么多钱干什么？跟你结婚。看，我已经算好了啊，只要有2万块钱就够了，我可以买首饰、办酒席、买最漂亮的婚纱给你。我知道你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不过我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委屈。你真傻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情，钱我这边也有啊。不，结婚是男人的责任。我大姐说要帮我，我说不可以，我要靠自己娶老婆。现在，我证明我能办得到，我们可以结婚了。Hello， 是我。哦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现在在医院，医生等一下就会给我做人工流产。这种手术应该是很快的，休息一下就可以走了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可是当我用手按着肚子的时候，我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孩子好像在对我说：“不要遗弃他，不要遗弃他。”这个只是你的心理作用，现在才几个星期，还只是个胚胎而已。可是我真的听到他的心跳，医生给我听，心跳声好大。你不现在都已经在医院了吗？还在犹豫什么？你现在打电话给我，又想知道些什么呢？我很矛盾，我想再跟你谈谈。我不想再谈下去了。你不都是一向很果断的吗？怎么碰到这种事情却这么婆吗？我的立场已经表明得很清楚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不过一切决定权在你，我不想左右你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如果你确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话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我的意思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要搬走啦？啊，是啊，我在乌节路租了一间公寓，已经布置好了，今天可以搬过去。哇，乌节路的公寓那是很贵的喽。还好啦，每个月租金4000多块而已吗？哎呀，4000多块那是很厉害的，我们天祥1个月都赚不到那么多钱。
妈，去煮饭吧，去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燕燕呀，等一等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先把这笔账跟我结一结？都是一些水电费啦、洗衣粉啦，还有一些拉拉杂杂的东西。妈，等我回来再跟你结啦。就不是你用的，干嘛跟你结？燕燕，你看，不用看了，全部多少钱啊？不用了，燕燕，不用了。不，我们还是互不拖欠比较好。哎，说的是，其实也不多，就只有172块2毛。我这里有200块，够不够啊？那你等一下，我找给你。不用了，剩下的当做是小费吧。哦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哎，燕燕，有空才来啊！哎呀，妈，燕燕，我先给你100块，另外100块改天才给你。干嘛？你刚才给我妈200块，你应该拿回去的，拿吧。神经病啊！你收回去吧。你应该向你妈妈多多学习。如果这辈子不可能赚大钱呢，那最好就是省吃俭用，斤斤计较。1块肥皂，1汤匙洗衣粉，1张卫生纸也要算得清清楚楚，才不会吃亏。有什么办法？谁叫你不会赚大钱？只好跟你妈这样子过日子喽。能赚大钱当然是最好，但是为了赚大钱而去做犯法的事，那就不好了。你说什么？电梯来了。刚才说什么？没有说什么啊。你刚才不是说不要为了赚大钱而去做犯法事，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啊。你明明有的啊，说啊，还不说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要住那么贵的公寓，然后1个月4000多块钱，拿你的薪水去付的话，都已经七七八八，哪还有剩呢？你又怎么知道我薪水多少钱？你是不是偷看你薪水单？没有，我随便猜的。自首把全部的薪水拿去租房子，也是我的事。你为什么说我去做犯法事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随口说说的嘛。那天我在公司里面看到一个人跟你长得很像，我都认错人了，我以为他就是你，然后你有什么？没有。有一天我看到你打扮成跟他一模一样，我在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不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呀，直接偷看我啊！不是那天你把东西掉在我车上，我特地送回你公司给你，才发现到的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就这样多而已咯。我警告你啊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到处乱说，要不然我就跟你绝交。不会的。我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有人来接我。我准备再次出击，这次的目标是电子股。电子股？不是吧？很多人就是被电子股害死的。那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正是因为有很多人被害死了，所以我们才能踩在他们的背上前进。照我推测，美国联邦储备局将会再度降息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下降到这6个星期来的最低点，将会刺激电子股的带头收高。所以，只要我能再调动300-400万的资金，就会为我们带来另外一笔至少70-80万的利润。那我们就用老办法吧。Sammy 没有发现，证明我们计划是成功的。不过 ，Sammy 是个非常精明的人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都会怀疑的。哎，对这件事，你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吧？没有。那你觉得有没有人会怀疑我？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没有，我们行动那么机密，不可能会有人怀疑我们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你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一定要马上通知我，我好销毁所有不利的证据。要不然，恐怕以后会夜长梦多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天祥那个笨蛋，不可能会说出去的。Sammy，哎，上来开会啊？是啊，刚才想约你一块吃饭的，可是他们说你出去了。去见一个客户，我看今天不行了，明天你有没有空？我请你。请我吃饭，怎么了？加薪啊？才不是，我是谢谢你上次给我暗示。什么暗示啊？收购立山的事啊。是吗？我看你搞错了，泄露公司的机密会惹上麻烦的。我知道了，那是我自己的猜测，不关你的事。我以后不会这么说了。我明天再找你，拜拜。喂，美女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啦，你这么忙，找你打球都没空。喂，我真的没空吗？那没空是假的，陪女朋友才是真的吧？对呀，以后你有了男朋友，也整天会黏住他的吗？拜拜。一只乌鸦当宝贝。大姐，喂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哦，我现在就要去了。这罐酸芒果，你帮我交给小慧好吗？还以为你那么好心来帮我，原来是为了女朋友啊！小慧最近很喜欢吃这个，可是好几天都找不到。刚才我经过前面的店，看有新货来了，就赶快买一罐哦。最近老是喜欢吃这些酸酸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把人家肚子给搞大了啊？没有啊，大姐，你别冤枉我。没有，那就最好啊！你千万不要搞到婚都还没有结，就让人家挺这个大肚子啊！到时啊会让人家笑话的嘞。我跟小慧是放2杯水在中间睡的，她睡她的，我睡我的。我相信你就是笨蛋啊！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啊，对对对，这位当然是要给你这个大姐做主喽。这么尊重我，是不是要跟我拿钱啊？大姐，你不是看衰我吧？结婚呢是我跟小慧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向你们要1分钱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千万不要拿小慧的钱啊！男人拿女人的钱结婚啊，以后就会抬不起头来的。你放心好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拿她的。那你去见大耳窿啊！大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我可是个警察啊，还去见大耳窿。总之呢，我已经储蓄了一笔结婚费，我要让小慧感觉到我对她是非常非常真心的。我要给她一个可能很简单却很温馨难忘的婚礼。美女，拜拜。哇，跟你说拜拜都没反应，那么骄傲，以后不叫你美女，叫你丑八怪。你滚开啊！你干嘛？吃火药！拜拜。大姐，喂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你今天不用带团吗？临时取消了，我来帮你啊。你早一步来就好啊！杨洋刚刚走啊。他没有去上班吗？有，他说你最近很喜欢吃这种酸芒果，特地拿来给你才去上班的。洋洋啊，以前整天吊儿郎当的，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啊，好像成熟多喽。我也觉得他以前很会乱花钱的，现在拼命的在节省。准备结婚了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你啦？我要赞助他，他还不肯呢，说什么结婚一定要靠自己。这证明啊，我这个弟弟真的很爱你哦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觉得对不起他。不要想这么多啦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吗？还说这些话做什么？想未来，过了这个农历7月呢，你们就可以筹备婚礼了。不如跟晶晶一起咯。大姐，小新是亿万富翁，
他跟四姐的婚礼一定是很隆重的，我们怎么跟他们一起？不要紧的吗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可以商量的吗？我去跟他说。我也不想人家说我们要沾那些大富豪的光啊。如果他们要搞得很隆重是吗？回去美国搞好了，在新加坡就要以我们为主。我要求10桌酒席就可以了，请些亲戚朋友就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哦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谢谢你对我这样好。不要傻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还说这种话，为什么了你？脸色这么苍白，你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我一个人行了。没关系的，大姐。我叫你回去就回去，回去休息啊。来，那我走了。拜拜拜拜。喜欢这里吗？当然喜欢啦！以前啊，我要跟2个妹妹挤一间房间，现在我可以一个人拥有那么大间的公寓。只要我们携手合作，你拥有的肯定不止这些。很快的，我们就会有第2笔、第3笔收入，我们的户头会从80万变为800万、8000万。到时候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这里，找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去享受。加勒比海。OK， 就加勒比海。然后我们去买一艘游艇，在海上自由自在的航行，把每一个岛屿都游遍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哎 ，No， 燕燕，燕燕，你为什么一直拒绝我？你难道对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不是啊，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办，那就计划我们第2次出击。来，乖，开会了。怎么啦？没有任何鼓励，我现在一点冲劲都没有了。你好坏啊。行了吧？不够。哎呀，够了啦，别闹了。燕燕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哎，燕燕。喂，电话响了，你去听啊。不要管他。哎，说不定是Sammy打来的。那你听电话，我去洗个澡，然后我们出去吃饭，好，乖，快去吧。怎么又是他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该讲的我都已经讲了，你我之间已经再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你不要老是打电话来了，我随时要接听公司跟股票行的电话，万一有什么损失，你一辈子都赔不起。司徒良，我这是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你，你好好听也就算了，你竟然对我大吼大叫，你把我当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我这个人的性格，你如果惹恼了我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好过。我可以天天站在你公司前面呢，从你上班骂到你下班。你在乎你的形象，可是我不在乎给人当泼妇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够胆，现在就丢我电话，丢啊，丢啊！你干嘛不说话？说话，说话！那不是那个乌鸦的声音吗？司徒良，你相不相信？我现在就到你公司来找你啊！我要让你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你先把我的肚子搞大，然后你就翻脸不认人。
何必这样嘛？你也知道，我的工作需要很集中精神，要不然随时都会给公司带来损失。我的精神一直是紧绷着的，股市每分每秒都在变化，所以我真的对不起啦，我一时无法控制住自己。你不要冲动，有什么事你说好了，我在听着。我没有堕胎，医生帮我打了针，我没有让他给我做手术，我不想毁掉这孩子，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从小是个孤儿，我连我自己的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，我恨把我抛弃的父母。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，还没有等到他出世，我就已经把他摧毁了，那我不是更可恨吗？我决定，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我了解，我完全了解你现在的心理。但是，你要想想你自己的将来，他能不能接受你带着一个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孩子呢？所以，我劝你把孩子打掉，也是为了你好。在他完全不知情下，去追寻你们自己的幸福，这样，对你对他都比较好。你说是吗？不，我办不到。我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会一辈子内疚，而且对洋洋也不公平。洋洋，这下真相大白了。原来洋洋一直被蒙在鼓里，这个笨蛋还买了什么酸芒果给他吃。史太监，史太监，你大哥呢？哦，我大哥出去了。那天要拿点心过来，麻烦你还给他哦。哦，好的。哎，万安大姐，来，大姐。做梦？洋洋被人当冤大头了。嘘，什么事？不管怎么样，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会负责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将来孩子是不会认你做父亲的。这边歪歪，那边歪歪，鼻子歪歪，嘴巴歪歪，屁股歪歪，全身都歪歪。真的是气死我了，简直不是人来的那个女人。来，拜拜。姐，什么事啊？没有想到那女人呢，她心肠可以这样毒这样坏的，所以我们做人啊，心地真的不能太好，不然啊，随时给人家吃到骨头都没有剩了。姐啊，你在说谁？住在我们家那只乌鸦了。你是说小慧？她怎么啦？她最近不是很喜欢吃那些酸酸的东西吗？那我问她是不是有啊，她还说没有。原来啊，肚子早就有了。哎呀，那个洋洋啊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？是不是？连你都这样想啊？还好老天有眼，让我亲耳听到，不然啊，洋洋这只死猫是吃定的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孩子不是洋洋的？当然不是啦。我看到他在后巷打电话，应该是打给那个把他肚子搞大的男人，说什么等孩子一生下来不会叫他做爸爸，不叫他爸爸，叫谁做爸爸？一定是洋洋啦！你看他有多毒，怀着别人的孩子却要洋洋负责任，将来帮他养孩子，亏我们还当他是一家人呢。我看我们全家人眼睛都贴 stem 了。姐啊，这种事情千万不要搞错了，要不然对小慧来说是不公平的。怎么会搞错？不止我一个人听到嘞，连隔壁那个史太监的妹妹杨玲都听到了。我不怕当面跟他对峙的，如果他敢不承认，我是有人证的。要不然就等孩子生下来去验什么 DNA 了，看看有没有冤枉他。姐，你要打给谁啊？打给洋洋了，叫他马上回家，把这女人赶出去。不要打！为什么？哎呀，洋洋是警察吗？那现在在值班，身上一定带着枪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哦。你是怕他
对了，最近不是说有一个警察开枪打死老婆，然后又开枪自己自杀的，你知道啦。洋洋那么爱小慧，我是怕他。对了，还好有你提醒我哦。洋洋今天早上还跟我说，他要存钱跟这个女人结婚呢。要是让他知道他这样对他，都不知道洋洋会怎么做。哎呀，看这件事情还是不要让他知道好了。哎，我们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把这个女人轰出去。记住他，把他轰出去。喂，这里2个女人是他还是他？是他，还有他，也不是这间店的人，全部赶出去。喂，听到没有？还不走？滚啊！滚啊！哎呀，你快点走啦，我要做生意的。喂，我干嘛要走啊？这间店不是你的嘞，这间店是我男人的。谁是你男人？我的男人就是苏豪喽。苏豪是你男人呢？这女人真的是发神经啊！随便就跑上门来说谁呀是你男人啊？你以为每个人的脑筋都长在屁股上？你这样说我们就相信哈？肥婆，你不要跟我啰里啰嗦的。你才不要给我唧唧歪歪啊你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住在苏豪的家 ，Zoe 都叫他 Daddy 啦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是这里的老板娘，他全部的生意都由我打理。为什么我会不知道的？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那你等一下我打给阿豪。哎，你不用打给他啦，他去了 Bangkok， 过2天才回来。还有你找他干嘛？我现在是他女人呢，他不听我的话，反而听你这个大嘴巴的话哈。哎，什么大嘴巴？你讲话给我小心一点啊你！不是吗？你看看他，嘴巴那么大，好像2条hot dog一样啊！好心你啦，不要站在这里丢人现眼啦。我整天看到你在这里什么嘴巴歪歪、屁股歪歪，看得都不爽啊，搞到这里的生意都不好。喂，你不要乱说话，这间店啊没有亏过1分钱的。是啊，没有亏钱啊，但是也没有赚钱啊。苏豪啊是这里的老板呐，可是每个月带回来的钱都少到可怜啊，还比不上个打工的。你说有赚钱，那钱在哪里啊？是不是跑进你的口袋里啊？嘿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忘恩负义，你也不想想当初我们是怎么照顾你的女儿了，现在竟然恩将仇报，说我妹妹吃钱了。喂，是谁恩将仇报啊哈？你们那1分钱都不用出，都赚了这么久了，钱还剩怎么样啊哈？这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？苏豪的人就是太讲义气了，随便做生意，才被你们这些人吸干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他女人，我不会看他白白给他吃掉的哈。谁要吃他的钱？你不去看看外面的泡泡茶店，10间都关了9间了。要不是我妹妹帮他，这间店还能够撑到今天吗？还能够赚到钱吗？是吗？这个丑八怪啊，整天啊在这里歪来歪去，人家看得都饱啦。要不是他，这间店啊会赚更多钱的。哼，我真的还不知道，原来真的有人啊，他脑筋是长在屁股上，整天乱放屁。八婆，不关你的事啊！喂，你不要动我啊！给我闭嘴呀！你再动！滚啊！呀！我妈的！太太，你没事吧？你看，连皇帝人都看你不顺眼了，你去死啦你！妈的，惹祸了我，你们完蛋！你活该呀你！艾伦，你没事吧？我的肋骨好像断了。哎呀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踢你的。哎呀，错了！你惨了，你替他重伤，我们要告你蓄意谋杀，你得坐牢吧？啊！我求求你，不要去告我！你怕什么？他们要告去告个够好了，是他们自己先动手的吗？到时看谁告谁。姐，不行啊，我有案底的。哦，原来你有案底的，哼！
你这次还不死？上次啊，你踢到我进医院，现在踢到他重伤，2条罪加起来啊，不告到你坐牢10年8年，我不叫 Maggie 啊！来，忍住。我求求你不要去报警。玲玲啊，你不要给他们吓到就怕成这个样子吗？不报警也可以，马上给我滚蛋啊！滚什么滚？我只是想知道阿豪同意你这样做吗？他当然同意啦，他这么听我的话，我讲的话他敢不同意？那走啊，玲玲啊！现在赶走这个臭女人啊！我接下来就要接管罗汉鱼店，还有脚底按摩店，每个月啊至少可以捞一个1、2万块。那不是发达了？不过那个毛病会不会答应？这你放心吧，他现在啊逃不出我手掌心了。Honey， 我泡杯茶给你喝啦。你会吗？你忘了我上次啊在泡泡茶店啊做过 manager 的吗？我眼睛歪歪，屁子歪歪，波波歪歪，屁股歪歪，波波歪歪，屁股歪歪，左边歪歪，右边歪歪，前面歪歪，后面歪歪，这里歪，那里歪，这里歪歪。你做梦那么傻，给那个大木瓜一下你就怕了，我才不相信敢去报警啊！姐啊，我不想再去坐牢了。你以为警察随随便便就抓人去坐牢的吗？你不应该怕他，你越怕他就越吃定你。算了啦。什么？就这样算了？怎么说那间店你有付出心血的吗？其实怎么说，那间店都不是我的。如果阿豪同意让那个女人这么做，我不走都不行啦。这洗衣婆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姐弟都是一个样，阴险狡猾。姐啊，其实阿豪对我不错啦。现在要找工作真的是很难，我又坐过牢。如果不是阿豪的话，我看我到现在呀都找不到工作。你还替他说话？你老公说的对啊，那间店本来就已经撑不下去，可是自从你去了之后呢，生意就越做越好。他可能是每个月看到你分钱眼红，所以才先下手为强，叫那个大木瓜把你赶走，自己就当个缩头乌龟躲在后面了。这种人呢，他之前呢非礼你，你早就应该报警抓他了。姐啊，我还是觉得阿豪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不要这样天真好不好？人呐都是不能信任的，好像那只乌鸦还不是这个样子。什么好朋友了、爱人呢，都是假的。往往出卖你的人就是这些人。我们一家人就是太天真了，所以才会整天被这些人欺负。我看你那个什么烂歪歪茶，你不卖也罢，来卖那些了嘛。好了，我把店让给你去做。再说了，真是给你气死了。姐，他好像在里面包饺子。现在就算包什么黄金也没有用。姐啊姐，你要怎么跟他说？当然直接叫他滚蛋了，难道要跟他搞一个欢送会哈？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回来了，我在做饺子啊，有素饺子、3鲜饺子，还有鱼肉饺子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吃饺子大餐，好不好？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，不过我觉得你们都挺爱吃的，所以就自作主张了。洋洋啊，最喜欢吃我做的饺子了，我就多做了一些，放在冰箱里面急冻呢。如果他要吃的话呢，拿出来解冻就可以了。真会演戏哦。大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呀、你怎么突然之间做这么多饺子啊？哦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做饺子给大家吃了。怎么说呢？我明天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里？回去中国。怎么那么突然？啊，现在国内的发展机会很多，搞得一片火红啊！我想回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做做小生意。搞不好还可以闯出一条路来啊！那洋洋呢？啊，你是不是也叫他跟你一起走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告诉他。拜托你们不要跟他讲，因为我怕我舍不得走。那你要我们怎么跟他解释？你们就跟洋洋说，是我辜负了他，是我不好。他是个好人，应该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对象。小慧呀，大姐、二姐，我真的要谢谢你们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
不知道家的温暖。不过这段时间我住在你们家，真的让我知道了家庭的温暖。我真的要谢谢你们，我很感激你们能够接受我。不过我没有什么好给你们的，就让我帮你们做今天的晚餐吧。姐啊，我看他的样子不像装出来的。这很难说。他既然可以跟别的男人有了孩子，那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还是不能够太过轻易相信他。我倒觉得他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孩子，才决定离开养羊的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他还算是有良心了。不过啊，一切还是得等明天再算吧。姐啊，如果他真的走了，养羊不知道会怎样哦。他还能怎么样？哎，昨晚有没有看到新闻？干嘛？上个月在牛车水抢劫钱币兑换商，还有伤害女店员的那个家伙，昨天晚上已经播出他的拼图。那要干嘛？干嘛要记住他啊？要不然在路上碰见他都认不得。就是不要我们碰见他们。为什么呢？这些家伙不是杀过人，就是有枪械，谁碰到他们都倒霉啦。喂，我们是警察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是我们是警察，不过我们是邻里警察，重犯应该是 CID 的责任呢。我可不会这么想。我们也受过专业的训练嘛，难道会比 CID 差吗？最好是让我碰到这个家伙，那我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训。我可没你那么伟大，我只是想做个平凡的小警察就够了。哎，下班了，回家吧。警察先生，楼上的那对夫妻又吵架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上去看看。宏志，请喝水。谢谢。对了，你父母怎么会在澳洲的？其实我是在澳洲长大的，我父母在那儿有个农场，我叫他们到美国去，他们说不习惯。那等他们来新加坡，叫他们来我们店里吃饭哦。大姐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叫他们来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在美国那边那么忙，你放得下吗？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打算等我父母过来，见过晶晶后，就带他一起去美国，先适应那边的环境。如果他喜欢，可以考虑婚后住在美国；如果不能适应的话，还是留在新加坡比较好。不知道大姐的意思怎么样？如果你们结婚了，晶晶当然是跟你住美国好，哪里有夫妻分开住的？我偶尔也做白日梦，有时候感觉还不错。心情好起来，什么东西？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变颜色。虽然我的样子不算出色，但会做好自己角色。拼命也要追求美好前途，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。想做就做。